台湾根本不需要担心，真的是不需要担心。有一天，美国或是其他的国家不会依赖我们。虽然说我很喜欢美国，可能不太愿意住在那边长期的。主要的原因是，虽然说那边的自由性比较高，但是它自由到会让你有点害怕。台湾的工人我们的这个奴性太强了。台湾的最大的缺点是这样子，我们的人员是非常的有能力，可是呢，他们宁可是当奴隶。我是 Justin 教授。今天为什么美国无法跟台湾比？还有为什么我老婆昨天晚上打电话给警察？这个其实都是牵涉到台湾的奴性。美国西方的国家无法跟台湾的行业比较。我随便把任何的台湾的一个半导体的工程师或是电脑设计师拿出来都能够跟美国的 Elon Musk 特斯拉的老板比得上。你说教授你在乱讲胡说。有的人都说 Elon Musk 晚上都睡在他的那个公司，然后隔天再去上班。昨天晚上我回来到家里，我老婆打电话给警察，因为她认不出来我是谁。我已经6个月都睡在公司在做研究，那如果这是一个普通的，真的是蛮普通的一个教授在台湾会做到这个地步，那你能想象我们的工程师前几个礼拜我的女朋友的男朋友不对我的女儿的男朋友，他就是一个半导体的工程师25岁，非常的厉害。最近不是在亚利桑那州台积电要改一个半导体的工厂，可是问题是呢，我们都已经知道其实美国还是无法产生跟台湾一样的奈米。其实单纯是这样子嘛，因为台湾的奴性的关系，台湾的奴性是让台湾起来非常的快。那现在就是大家2023年9月29号大家都在享受这个中秋节，可是你们要想说，大部分这些工程师跟一些医生其实不管台湾的工人我们的这个奴性太强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对我们的社会，因为我们就知道说我今天需要网络，大概过半个小时人家就来安装。这个在国外哪有可能？好，你们想要听到缺点台湾的最大的缺点是这样子，我们的人员是非常的有能力，可是呢，他们宁可是当奴隶，他们会乖乖的做。那在美国，现在台积电要开工厂在那边，问题是那边的工程师他们就不想要过我们自己的工程师过的日子，他们不想要半年没有看到他们自己的小孩子。你有没有想说有一天你先生回来小孩子哭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爸爸是陌生人不认识好了，你说夸张我曾经坐在这个电脑前面36个钟头在写文章，只有起来去尿尿。有人会说是乱讲，其实这是事实，真的是没多久。你看到这一般年纪，我觉得我也是吸收台湾的奴性。那这个奴性是有很多好处但是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没有鼓励我们的工程师、我们的医生、我们的老师，不管是谁为什么没有鼓励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思想，为了发展？台湾现在的困扰是在这里，比较大的公司像 NVIDIA、台积电或 AMD 等等的，他们上面的老板就是指定下面的人要怎么做。那在美国强调这个创造性，如果我能够鼓励我的学生，如果我能够鼓励其他人，会说你们多去当自己的 Elon Musk， 不要等着一个老板。那有的人会说，可是你要当一个 Elon Musk， 不是每一个人可以当个 Elon Musk， 没有错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就是有创造力的那么愿意牺牲他的人生。可是在台湾比率来讲，其实是非常多的人是愿意牺牲他们的人生为了他们的工作。说实在，有时候我觉得不 OK， 我觉得会影响到生活的品质。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会说，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我们其他的人就是过得还不错。在台湾平均来讲，中阶级的在台湾比率其实是比美国高。你们知不知道，在美国60%的人口是月光族每一个月他就是有足够的薪水处理他现在的事情。那在台湾我们就不是这样，所以这个奴性我觉得
我对他很有矛盾的感觉，不知道你们的看法，而且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你们曾经回去，老婆不认啊，或者甚至你的邻居说：“哎，那个陌生的男生进去你的家是谁？”而且我现在讲的是男生，其实台湾的女生也是有的都非常的辛苦在工作。为什么我们是愿意这样做？为什么我们是愿意有这个接受从上面压榨我们？有的人会说是压榨，我不知道你们的看法，我还在考虑这个问题。要怎么处理啊？因为说实在，我们的薪水实在太低了啦。我们比起我们做的事情，像很多我的学生就是未来医生嘛。那这些学生，我看在台湾，他们进去医院，他们的一开始的薪水真的超级无敌离谱的低。他需要牺牲多少他的命，也相对的，台湾的教授的薪水偏低的，我们只是高于印度一届。很多人可以说啊，可是公务人员啊，blah blah blah，你们就有很多的保障。也不见得啊，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都有在改变。那我没有在说我要批评谁，我只是说这些变化让大家都比较辛苦。是否我们可以想个办法，让我们这些很有奴性，但是也很有能力去创造新的公司，让台湾可以发展的更多？而且我讲一件事情，台湾根本不需要担心，真的是不需要担心有一天美国或是其他的国家不会依赖我们，因为他们无法做到这个半导体的那个体质，这个体型。因为真的，你要约你坐在那边到晚上半夜或早上1点2点去解决一个问题，大部分的西方人不愿意。这个是我从台湾学到的。那我个人是觉得，是不是我们可以有一个协调，想办法让我们这些愿意坐在那边这么久，可以更创业？问题很复杂。说实在是很复杂，因为这个是牵涉到已经有很大的公司都在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在台湾也有很多其他的，我们可以建立 IP 啊，这个叫做智慧财产。美国它特别强点就是它智慧财产保管的非常的好，全球的那个智慧财产很多是属于在美国手之下。台湾也是需要怎么做？为什么我们不是帮美国产生它 iPhone， 而是我们自己产生了 iPhone？ 那我知道我们之前有 HTC 等等的，可是这些公司到最后感觉都是被美国吸收了，不能再这样下去。而且我再讲一件事情，虽然说我很喜欢美国，可能不太愿意住在那边长期的，主要的原因是虽然说那边的自由性比较高，但是它自由到会让你有点害怕。不是说语言的自由，这个当然都要有，是行为的自由。像上次我在 Arizona 跟我老婆去一个麦当劳，全球唯一一个麦当劳有蓝色绿色的招牌，有的人说我是不是分不清楚男跟女？那边有个小子大概24岁比我矮还多了，然后他女朋友在旁边，他屁股旁边就放着一把枪。你看在台湾要是这样子我们干得了就真的是不适合。自由是当然要有的，会不会是这个奴性的关系？是因为我们在台湾有一点，虽然说我们有自由的心态，可是我们也是觉得上面的来告诉我们该怎么做。这个可能是来自古代的孔子的思想这个 Confucius 的思想。这是为什么你会发觉我们的邻居他们很喜欢孔子的思想，可是他们不喜欢老子。为什么？因为老子太自由。好，今天好像我讲了一堆了这个够多了。好，希望你们有过好日，中秋节快乐如果你的奴性太强了，不要忘记了，你可能还有老婆，还有小孩子在家里。谢谢，我是 Justin 教授，请记得订阅分享，我们下次再见，拜。